小巴你可能搭唔少，但你又知唔知道香港係由幾時開始有小巴嘅呢？點解要分紅 van 綠 van？想知道嘅話就繼續睇落去啦。唔想錯過更多有趣嘅文化藝術歷史故事，就快啲訂閱行雲雜記啦。早喺1920年代，香港已經有巴士的士遊就係大街小巷服務營運緊噶啦。不過呢個時候仲未有紅 van 綠 van 嘅出現。俾2秒鐘大家估下最早期嘅小巴係咩顏色嘅？答案係黑白色格仔。留言話俾我聽，你有冇估中？喺50、60年代流行一種可以坐9人嘅 van 仔，其實係利用法律嘅灰色地帶接載乘客出入市區，俗稱為白牌車，主要喺新界區行駛，因為喺市區載客容易被檢控。當時嘅白牌車嘅收費比巴士貴少少，但又比的士要平，而且小巴比巴士要更加快。喺繁忙時間，巴士供不應求之下所以都有唔少人會選擇坐白牌車。直到1967年，香港爆發咗一場持續將近8個月嘅6七暴動，由左派組織推動嘅動亂，目的係想將文化大革命引入香港，藉住遊行集會、罷工、搶掠、縱火、炸彈襲擊等嘅行動，藉此逼壓港英政府，以求支配香港嘅政局。當時嘅暴力手段幾乎癱瘓香港嘅交通，由於巴士、電車嘅路線固定，容易遭遇襲擊，導致服務受阻。而白牌車可以因應情況靈活避開受阻嘅道路，喺呢個時候就成為維持市區交通嘅重要運輸工具。港英政府亦都放寬執法，隻眼開隻眼閉，默許咗白牌車喺市區行駛。喺1967年12月，經過一場又一場嘅騷亂，左派嘅濫殺無辜引起大眾嘅反感。香港嘅主流社會抗拒文革思想，最終喺港英政府鎮壓之下結束。而港英政府喺平息暴動之後決定將白牌車規範化，登記為合法載客車輛，作為輔助性嘅交通運輸。喺1969年嘅9月1號正式實施，紅 van 就此誕生。小巴嘅行車路線、班次、收費都唔受到政府嘅規管，車身塗上紅色帶，座位由9座增加到14座，所以小巴又稱為14座。真折墮，我揸下14座，兜多個躝佢都未曾滿座。由呢日起，黑白色格仔嘅小巴就係路面絕跡啦。不過喺合法之後，小巴車輛數目急速增長，爭客胡亂停車嘅行為嚴重，引致唔少嘅交通問題。於是政府增加管制，喺1972年試行專線小巴，1974年正式推行專線小巴，亦即係而家嘅綠 van，路線、班次、收費都受到政府嘅監管。後嚟喺1977年實施小巴路線投標制度，綠 van 就由專線小巴公司經營啦。而紅 van 嘅車身款式、顏色都需要依照規定。不過紅 van 就可以自行決定行車路線同埋收費，但係服務區域同路線範圍都受到限制。喺1976年，政府刊憲制定全港紅綠 van 嘅小巴數目上限為4350架，並且禁止咗紅 van 駛入高速公路同埋新市鎮。而目前根據運輸署嘅數據，截至2023年12月，全港一共有792架紅 van、3317架綠 van 服務營運緊，而綠 van 都已經發展到有359條主路線啦。政府為咗加強對小巴嘅管理，歷年都鼓勵紅 van 轉成綠 van 經營，加上鐵路嘅發展，紅 van 嘅數目逐漸減少。至1996年，綠 van 嘅數目已經超越咗紅 van 嘅數目。你會唔會覺得有一日紅 van 會喺香港消失呢？跟住講下關於小巴裡面嘅細節。小巴嘅座位數目喺1988年由14座增加到16座，又喺2017年增加到19座。早期嘅小巴係冇車頭頂嘅牌箱，大概係1978年先至陸續安裝地點牌箱，方便大眾睇清楚小巴嘅行車目的地。到2017年起先至出現 LED 嘅電牌取代咗滾筒，而中間嘅顏色條紋喺90年代逐漸改到喺車頂嘅位置，以騰出車身賣廣告。小巴車頭嘅一塊水牌都蘊藏玄機㗎，紅 van 都係個體經營，自負盈虧。最常見嘅白底紅字，清楚顯示小巴嘅目的地，而藍色字就係途經嘅地方。但如果你見到底牌唔係白色，而係黃色、藍色或者綠色嘅話即係代表背後有組織經營。潛規則即係你要俾陀地先可以埋站入線。至於呢個燈箱，相信大家都好熟悉，畢竟紅 van 仲有亡命小巴呢個稱號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時間就係金錢，小巴司機為咗揸快啲接多轉客，或者同行間搶客都會超速行駛，因此喺2005年政府宣布強制全港小巴安裝車速顯示器，自此紅 van 又變成一架會嗶嗶叫嘅紅 van 啦。會唔會 Back to the Future 改揸紅 van 都好合適呢？不過到2010年，政府規定新登記嘅公共小巴必須安裝最高預設車速為每小時80公里嘅鎖速器。喺2012年起，小巴司機需要喺車廂裏面展示司機證，而且喺車廂裏面加貼呢張貼紙。
至於呢個對於垓人嚟講非常重要嘅落車鐘呢，就要到2017年之後登記嘅小巴先至有啦。對於遊客或者坐上一架你唔熟悉路線嘅小巴嚟講呢，都係一項挑戰。由上小巴嘅一刻起，要唔要撳分段收費事小，至於會唔會坐過站，幾時叫有落，早咗叫司機會唔會唔記得，太遲叫可能又會俾人鬧，細聲得滯可能又會聽唔到，坐一口氣大大聲嗌前面有落，司機唔舉手示意會唔會係聽唔到呢？等等嘅心理戰都係一種香港特色。以上講咗咁多小巴嘅歷史同埋改變，你最中意邊個時期嘅小巴呢？又或者有冇啲特別嘅坐車經歷，都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噶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嘅分享，請多多讚好轉發，多謝你觀看，下一集繼續同大家一齊睇物物聽故事，不見不散。